大家好，这里是阿的 GT。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已经出了一段时间了，不过我本人还蛮喜欢的乐高合组哦，那就是迈拉伦的 F1 赛车哦。那它基本上是以 MCL60 为雏形去设计的积木哦。好，那相信有在关注 F1 的车迷们一定有注意到，本季迈拉伦车队的进步幅度真的是非常令人惊叹哦。那车手诺瑞斯呢，也终于在迈阿密大奖赛获得了第一次的冠军哦，非常让人感到激励。而且在近几次的比赛当中呢，迈拉伦车队的2位车手都发挥出能够登上颁奖台的实力哦，非常让人期待后续的比赛，他们可以再发挥多少的实力。好，那拉回来乐高这边哦。乐高和迈拉伦的合作一直都是蛮紧密的哦，那他们也推出了非常多的合组哦，有各式各样的赛车跟跑车。而最近呢，他也即将要推出一个非常大型的合组哦，也就是迈拉伦 P1 哦。那这个预计会在8月就推出哦，让人蛮期待的。不过本次呢，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个算是我非常喜欢的合组哦。那前面也有提到。它基本上是以迈拉伦在2023年的 F1 赛车，也就是 MCL60 这一台车为蓝本去做的设计哦。那基本上它是属于乐高里面的 Speed 系列。这一次的这个我本来是抱着好玩的心态啊，买来煮煮看，就没想到煮起来还蛮让我感到惊艳的哦。那我觉得它甚至超越了之前 Technic 系列。在2022年出的那一个 F1 赛车哦，我觉得这一盒应该做起来，我个人是更喜欢啊。那所以这一次就拍片来介绍一下乐高的 F1 赛车。那么首先先来看这个套件里面比较特别的印刷件哦，在车子的鼻翼跟侧箱上呢，都印了迈拉伦车队的涂装和赞助商的标志。那印刷上面算是非常的清晰哦，精致度也很高哦，可以看得到各个赞助商它那个标志的细节。那再来呢，就是方向盘上也印了很精致的图样哦，重现出 F1 赛车的科技氛围哦。在轮胎方面哦，那此次印刷的是黄色的倍耐力商标还有条纹哦。那这样的印刷搭配它的光头胎零件。呈现出来的就是一般赛车里面最常看到的中性胎哦，这在 F1 里面应该是算是出场率最高的一个轮胎。那轮框的部分呢，则是印了赞助商 Google Chrome 的蓝、绿、黄、红的这个色带哦，那完全就呈现出来了迈拉伦赛车它特有的轮框哦。那这个轮胎可说是这个合组里面我最喜欢的部分哦。因为在 F1 赛车里面，这个轮胎算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零件哦，那也是我们在比赛里面最容易看到的一个部分。那这一次的乐高把这个轮胎完整的呈现出来哦，那就让整个赛车变成非常的真实而且有气势。哦，对了，另外就是附赠的这个车手人偶，它的服装也是印上了迈拉伦的赛车服的式样哦。当然比较可惜的就是上面没有其他赞助商的标志哦。再来我们来谈谈可玩性哦。那基本上这种赛车哦，4轮可动是一定要有的。那因为它这个胎面是有一点点的雾面的设计，所以这个摩擦力可以让这个车子很容易在平滑表面上移动哦，转动得非常的顺畅。另外就是呢。在这一个赛车里面，人偶是可以放到驾驶座里面的，那就可以呈现出它实际赛车的样子。哦，对了，应该要让它戴一个安全帽，这样子才会比较安全一点。那在贴纸方面呢，这个盒组附了很多的贴纸，都是赞助商相关的标志哦。然后还有另外就是在侧箱的部分会有一些彩绘的图样，还有它上方一长条的开孔的那个造型哦。在车体上非常多赞助商的标志哦，其实真的可以算是赛车的醍醐味。
那在整体的组合方面呢，组装上算是非常的容易哦，而且它的组合其实蛮紧密的哦。那基本上把玩的过程中不太会发生零件脱落的情况哦。然后轮胎的转动，当然前面有提到哦，非常的顺畅哦，所以把玩起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舒压哦。在分析外形之前呢，先说一下现行规制下的 F1 赛车哦。那由于赛车都会受到 F1 技术规范的限制哦，所以各车队的车体外形其实大致上看起来都会蛮相似的。当然，规范本身呢，仍有一些自由度哦，那就是所谓的regulation boxes 哦。那这个就会让车队会有一些研发的空间。所以，如果你可以很仔细观察的话，就可以发现每个车队的赛车它的外形会有很多的不同地方。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乐高这台 F1 的整体造型哦。基本上 F1 赛车的设计需求是减低风阻哦，然后还有增加下压力两个部分，所以会运用所谓的空气动力学去设计出流线型的外形。而乐高在这个小小的盒组中，其实就有很好的呈现出流线型的外观哦。每块积木之间几乎都很好的拼接在一起，构筑出既顺滑又复杂的曲面造型。不会让人有太过方正的感觉。而 F1 赛车特有的前翼、尾翼、悬吊、halo、踢架，还有车尾灯呢，在这个盒组里面全部都很细心的重现出来哦。而这样丰富的细节呢，就会让人一直拿在手上不断的把玩观赏哦。我自己在收集素材的时候，也时常玩着玩着就忘了写稿。在比例方面呢，此作品很好的复制了原车的车身比例哦。从车身的长度、轴距到车体前中后的比例分布几乎跟实车的样貌一模一样。那当然受限于它这个盒组的车体比例比较小，而且使用的积木数量其实不是很多，所以乐高的造型呢，在某些地方，比如说车轮的轮距，还有车体的宽度这些地方呢，当然就没办法很完美的去重现哦。不过基本上仍是瑕不掩瑜哦。不实际比较的话，其实很难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异。好，那在接下来的阶段呢，我们就依照 F1 赛车的各车身部件一一的去跟实际的赛车来比较看看。在 F1 的空气力学中呢，前翼担任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哦。前翼基本上是会最先碰到气流的部位，那它必须将气流做上下的切割，并且靠两侧的端板去导引气流。那实际的赛车前翼其实会分成4层用来切割气流，还有产生涡流。当然，乐高受限于比例的限制所以它仅能呈现出大致上的外观，而且整体的尺寸上比真实的前翼更大一些那当然，搭配本车本来就比较长的轴距，还有比较宽的车体，其实整体的造型看起来并不突兀还蛮平衡的。与实车相比呢，乐高版本的鼻锥比较长一些那相信这样的设计也是为了兼顾比较大的前翼还有整体车辆的比例平衡。不过说真的我也是实际跟真车的照片相比之后，才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差异那当然，比较长的鼻锥呢，也可以凸显出整体赛车的纤细所以其实这样的设计，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F1 的侧箱呢，内部会有许多赛车必备的组件和系统而侧箱的外侧则必须要兼顾到引导气流还有减低风阻的功效。那同时，它也是每一个车队在外形上会比较有巨大差异的区块那以迈拉伦 MCL60 的侧箱来说的话呢，基本上他们的侧箱拥有比较复杂的曲线然后前侧比较高，后侧比较低，那塑造出由上至下的一个曲线，并且在这个侧箱的上面呢，还有开了许多的开孔。而乐高的侧箱呢，则是借由多个曲面零件呢，巧妙的去重现出 MCL60往下斜的这个曲线造型并且借由贴纸去重现出上方的开孔，还有侧边的造型涂装。我个人认为这是整个作品里面最有看头的部位藉由多种不同的曲面零件组合呢，大幅减少了积木本身的那种方块感。那它呈现出的就是既复杂又顺滑的侧箱造型。
顺带一提呢，这边的底盘造型其实也呈现的蛮不错的哦，和上面的侧箱搭配的相得益彰，那非常的有 F1 赛车的战斗气息。最后是尾翼哦，尾翼可以说是几乎所有赛车都会有的必备组件哦。那尾翼它主要是可以提供后轮的下压力，提升弯道的表现。那在2022年赛车技术规范大改之后，尾翼的造型变成如同 M 字形一样。那两端的侧板呢，变成是一体化的哦，并且向内侧弯曲。而尾翼上侧呢，则分成上下两片的。那上面那一片呢，具有 DRS 的可变机构功能哦。我猜乐高在这个组件上应该是花了蛮多的心思哦。那最终会决定是用不同的颜色的积木来呈现出尾翼的造型。那用黑色的区块呢放在底下哦，来替代原本的空洞的地方。那仅留下了一点点的空隙。不过整体外观上依然能营造出现在这个规则下面的尾翼造型哦。如果说真的要挑剔的话呢，那唯一的缺点大概就是没有 DRS 的可变机构吧。不过以这么小的合组来说，当然这是蛮困难的哦，大概只能在 Technic 上去重现了。那另外顺带一提呢，车尾灯也非常的细心的使用了红色的透明零件来呈现出来。好啦，经过一番的比较之后，相信大家心里都对这个合组有一定的认识了。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一款，主要的原因是，虽然它这一个作品的尺寸很小哦，却能用紧凑的组合去凸显出 F1 赛车的特有的特色哦。那整体的造型也非常的流线顺滑哦，很少有积木的那种方块感哦。再来就是从收藏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尺寸其实非常适合收纳和摆设哦。那比起 Technic 那一台长度超过60公分以上的2022版 F1 赛车，这台占据的空间其实真的是相对友善很多哦。无论我们想要放在桌上呢，或是书架、办公室，甚至是萤幕上，那我觉得都蛮合适的哦。目前乐高 Speed 系列的新版 F1 哦，已经出了迈拉伦和奥斯顿马丁两个车队哦。那我很想许愿之后可以将所有的车队全部出一轮，这样子就可以把所有车子全部摆出来哦，模拟那个比赛的场景哦。以这样的尺寸来讲，其实要收集所有车队应该是蛮合适的哦。真希望后面可以出齐。好啊，那这次的介绍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观看。